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摩登游戏场景的学员采访68这是我们的第68期，然后我们采访的学员是 R，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风格化的这个场景，然后我们也是等了这个作品蛮长时间，大家从最开始就比较关注这个作品。好，您在的话就跟大家发个声音，大家好，我是 R。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目前的情况？我之前就是在某网易外包工作，然后做的是角色建模，然后现在就是在某讯的 V 港刚开始上班。然后也是挺高兴的，就是那个得到您那个近期的这个工作情况的更新。然后就是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之前的家乡啊、城市啊，包括当年学的专业等等。哦、我的家乡是湖北省武汉市，然后我就毕业于2021年毕业于江汉大学，然后专业是室内设计专业。那就是您学室内设计，就是我想问一下，您作为就是一个学生，当年是怎么开始接触这个美术方面的东西？然后包哦、括就是后面的一些这个工作经历，也给大家简单讲讲。我最开始是初三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素描，然后高中的话就转为美术生了，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是通过美术高考进入的设计专业，大学的时候就自学了一些动态图形、广告包装、场景渲染的一些相关的教程，毕业之后就通过这些的作品呢，进入了一个游戏公司，从事了一个游戏角色建模的行业。之后就慢慢的了解了游戏行业里面还有地编的这个职业嘛，就挺感兴趣的。22年年底的时候就离职，并着手自学地编。所以您准备的周期大概是有1年的时间，对吗？对对，主要是22年年底的时候，可能家里有一些问题，自己就得处理一下，半年之后才开始正式学的。您那个发现摩登班也是搜索来的吗？你是在哪个网站上看到我们？我是在工作的时候，当时工作的时候，公司也想发展那个虚幻的项目，所以先把我拿上去顶了一段时间嘛。我自己在上班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摩登的一个 B 站的一个教程，就准备想考虑买这个教程嘛，就慢慢的就离职了之后就自己在看。那就是因为那个，我看您之前学的内容，你包括也是学过广告或者是场景渲染，但是为何就是您开始是做角色，为何后来才转到场景来呢？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一开始我是，一开始我对这种设计类行业其实根本就不了解，就只知道平面和三维，所以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就在网上去查看一下什么三维的软件比较好，适合入门。当时就了解到 CCD，跟着教程做，就慢慢的就知道了什么 CCD 比较适合做动态图形、广告包装之类的，我就跟着去学嘛。后来大三的时候才开始看到了，才了解到有一个专门做 CG 的一个教程网站，里面就有一个专门教 SD 的一个 Substance Designer 的一个教程。后来通过这个教程，然后慢慢的才去了解到这个游戏设计。之后因为自己做的专业，自己做的东西和游戏专业不是很对应嘛，就当时就投了一个公司，人家觉得我做的还可以，他就要我先去做。我当时其实对游戏行业也不怎么了解，是这样的，就干了游戏行业，那还是角色建模。然后就想问一下，您自己这些年慢慢学习过程中，包括学美术啊，或者学游戏啊，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艺术家也好，或者身边的人也好，或者是某些场景也好，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主要还是游戏场景吧。之前在高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报复性的想玩游戏嘛，就玩了一些，就当时就对游戏的一些那种3A 大作就很感兴趣。当时玩的时候就有一个游戏叫《古墓丽影崛起》，
这个游戏场景有一段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序章的一段，从角色从洞口出去的一段推进动画，它的这个宏大的场景让我记忆犹新，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他就让我对游戏场景有了热爱。其实这个东西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后来去想这一段，就是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才慢慢的了解我是这个时候开始喜欢上游戏场景。这就是相当于好多年前，这样。对，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东西我一开始自己也意识不到。大家可以看到，就我刚才给大家放的画面啊，说的这个场景，这个游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当年2015年发行的游戏，也是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作品。这个就是这个主要场景，再从洞里出来，看到这个巨大的洞穴中的这个建筑，这样子。咱们就回到你的这个作品本身来，大家可以看到这幅画面是它的作品主图，我就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它的一些搜集参考的过程，因为他也给我了很多的当时搜集的这个过程啊，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这位画师，我把你的这个搜集的参考图版也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您参考的原画。对，当时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比较喜欢做那种人文的场景嘛。然后他正好我看到他这几个原画，基本上都是那种小镇啊、建筑之类的那种人文类型的那种景观，所以我就比较感兴趣。一开始也是因为经验不足，然后缺少相关知识，认为看起来黄昏的光还比较好打，所以我觉得我下意识的认为场景比较简单，我就选了这个场景。但是后来做的时候发现我错了。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 R 同学自己做作品过程中做的这个参考图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当然就是他这个整理的并不是最美观的，但是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一些参考，就包括不管是材质啊，或者是整体啊这些其他的参考，大家在做东西的时候也都是会推荐大家去做这个参考图版，就包括这个你也在游戏里面搜集一些参考。对，主要还是游戏里面的。剩下来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摩登学园的一些作品。游戏的话也是主要是守望先锋的瓦罗兰特，还有原神的。好，那就稍等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原画的作者叫泽宁林泽林，这是一位中国的艺术家。大家如果喜欢他的原画，也可以去 ArtStation 上搜索他。想问一下您那个学习的环境的，您的电脑硬件啊，学习环境啊，跟大家可以介绍一下您的主力学习设备。就是我用的是笔记本，是叫那个暗影707 Plus，CPU 是i7-1180H，然后显卡就是 RTX 3080移动版，内存的话是32G，用了笔记本自带的一个2K165赫兹的显示器。对，您这个设备做自己作品的过程中，有没有说那个感觉性能不足的情况，还是说那个正好能应付？正好够用，就这种体量的场景是正好够用的。对，您创作这个作品肯定是为了就是呢就业，对吧？现在对，也是比较顺利的就业的，感觉挺好的。想问您做这个作品啊，您花的这个大概就是时间呢，或者是每天的安排大概是怎样？我当时是离职了之后自己在家做的，时间上的话是4到7个小时，就花了6个月。看看啊，您的这个学习计划、时间安排，包括周作业的情况，可以跟大家稍微讲讲。我学习计划是相当混乱的，因为当时确实有2年的建模的工作经验，觉得这个场景的模型其实不难，所以这个位置我就下意识的就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导致后面的问题频发，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就会严重影响了后续的学习计划和安排。之后也是
在提交阶段性的作品的时候，通过老师的反馈，再慢慢的修正前期留下的一些问题，路程也是很艰辛很坎坷。好，那我们就回到就您这个作品本身，我们就主要给大家讲这个作品，那就是可能是麻烦您从各个环节吧，相当于就是最开始我们肯定是找参考啊，我去设计它，后面是白模，白盒到白模，做这些资产物品等等，你可以讲一下就是你的这个过程，这样。我觉得我这个就一开始就看了因为从我的一开始就个人兴趣吧，就找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原画场景，然后就跟着这个场景去做，一边做的时候一边找参考嘛。一开始其实，其实哎呦，我对这方面其实一开始就犯了个很大的错误，就参考不足，找的参考就很概括，就没有根据的去找，这一块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也影响了后面的一些这个参考，其实也影响了后面的一些制作。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后，就又开始很随意的拉了一些白模，然后去玛雅里面就对着这个白模的那个框，就是线框了，去做了 block 和模块化墙面，就在引擎里面开始摆放。这个肯定是有很大问题的，这都是在给后面挖坑。之后我觉得当时其实个人的审美其实真的不行，还想自己又想设计一下这个教堂，后来啊，还是因为和那个效果不融不上去吧，就不匹配嘛，最后还是还原了原画，然后又在玛雅里面根据这个原画block 的线框了，去把这个教堂又重新搭建了一遍。这个前期的问题，其实这个前期问题其实已经很大了。之后，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进入了出贴阶段。那出贴阶段，其实贴图由于呃能力不足吧，就经验不足和没有做过多少练习，逻辑上其实一开始做的很混乱了，也没有效果，做出来的就是勉强能做出来，效果还挺丑的。之后也是迭代了5、6遍，才真正的把这个贴图做的像个样子。您给大家讲一下您 SD 处理这块儿的过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学习它的过程。一开始就是跟着老师的案例去做，一步一步的，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连参数，甚至连参数都要看。然后其实也就是这个时间段稍微了解了一下里面大概有哪些节点，调了哪些参数会有什么效果。之后把老师的这个案例学完了之后，感觉自己 SD 的能力其实还是不足，一边分析已经做好的那个图像逻辑，一边又去做一些练习啥的，也看了一些很多其他的教程。对，我感觉这个你做的这个 SD 已经挺有自己的风格了，已经不完全是明显的摩登老师的那个例子的感觉了，挺好的。啊，对，这里这个位置看的效果好一点，就把这个节点组给它笔记给它做下来，那个位置看的效果也可以，把这两个东西慢慢的融合进去了，类似于装插件一样，全部都装到自己需要哪些嗯，东西了，就把这个模块给它装起来。当时是这样有了一套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在里面。人就这个也家好像是不断的学对习和就是慢慢就熟练了，就会放松一些了。对，然后人家现在估计也是看到我 SD 做的还可以，才要我的。啊，是因为现在好像还是比较多的把这个已经加到环节中来了。我想想，因为我们这里能看到您的这个迭代的视频，你可以讲讲你的场景的迭代的过程啊，包括你在引擎里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看这块好像是您比较想说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哦，对，因为我每个阶段可以说每个阶段都出了致命性的错误，特别是前期，后期其实还好，后期的问题，因为前期的根基做好的话，后面改起来还舒服一点嘛。最大的问题
首先就开始从原画前面说的，从原画和原画就开始出问题，一个是一个3D 空间摆放的问题，摄像机的焦距问题，还有画面比例问题，这些问题加起来就会导致根本不可能把那个画面给它对好。啊，对，这个会花费很多时间修改的。对，就还有就是这个东西也是在后面慢慢的调整啦、迭代啦，从就基本上就类似于重做，从一开始就开始重做，重新摆放位置，拉这种景深关系，然后这个问题在中期的时候解决了之后，就在一个月之后就解决了。之后就开始解决那个中模的模型不合理的问题。这个东西，这个模型里面具体的场景，那不只是原画要找原画光影要找参考，还有具体的元素、具体的模型、具体的贴图都要找好参考。比如说我这个里面的楼梯、箭塔、瞭望塔，还有城堡，还有屋顶这些具体的模型，它就是你比如说楼梯，它的那个边缘，就楼梯的旁边的边缘和楼梯的那阶梯是怎么衔接的，它和旁边的墙是怎么衔接的，还有房顶的建筑和房顶的墙体的衔接，这些东西都要找好参考，要不然的话就会像我一开始的那个阶段一样，就做的很简陋，还不合理，效果也出不来。这个当时其实对于新手来说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明明自己认为已经都还原了原画，但是效果却不好。其实都是因为这些细节处理的不合理。之后的话，还有一个 trim 贴图的问题，一开始就是跟着教程做了一个木纹的 trim 效果，它的效果其实我个人来说感觉不是很好，因为我 SP 我 SP 一个是个人经验不足，对图层的理解不高。之后其实随着 SD 的慢慢的熟练运用，后面基本上又开始都用 SD 去代替了。流程上中国到 SD 确实要方便一些，而且也不用纠结什么接缝啊、穿帮的问题。它只要首先我们就应该保证画面效果，次要的才去看资产精度的问题，就是那些穿帮啥的。您的这个 trim sheet 覆盖了这个建模里面的哪些部分？这些木条是 trim 是吧？对，所有的木条都是 trim 贴图做的啊，就是所有的条状的那个条状物是吧？对，所有的条状物都是用 trim 做的。然后砖块的话也是用 trim 配合那个模型对 UE 稍微卡出了一些剪影，做出了一些差异化，也是用的这种 trim。啊，光影其实啊之后就是调整光影了，把这些问题什么贴图啊、模型啊问题全部解决之后，又开始重做光影了。那一光影调开始真的黄昏还是挺难的，我感觉。对，听说黄昏和夜晚是最难的，这两个都很难。是一般来讲，我可能大家都是先做那个正常的，然后再做其他的。你是不是最开始顺序是搞反了是吧？对，我一开始就觉得那个黄昏的光源好早啊，就跑去做黄昏的了。但是我真的建议新手尽量还是要做白天的，就算遇到个黄昏的光影效果，也要把它做成白天的样子。哦，而且我后来其实接到一个电话面试的时候，人家也说我这个光影可能也有点还是有点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光影的，我虽然把色调氛围改了，但是光影的角度没改，所以导致了是个黄昏的太阳角度，但是它呈现的效果是个白天的，这也是一个很致命的隐性问题，我还是个人问题没有去考虑。之后这个光影问题解决了，又开始就是打光的问题。我打光我一开始就不怎么了解，以为就是一个主光加一个天光就能解决，因为在游戏里面三 D 游戏里面，我也就是当时不怎么了解嘛，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打光这个东西，因为我之前也是就是做平面，可能当时知道一些东西可以打光，但是我想这里游戏应该可能应该不存在这种比较反物理的这种打光嘛，所以也是我个人的理解和偏执导致的这些问题。后来实在做不出这种效果来，我就找了一些学员问了一下，就在一个摩登班的一个学员周的帮助下，
逐步完善了观念上的问题，就打光的理解啊，观念上的问题，就随着自己的以前比较薄弱的一个打光的经验，就慢慢完成了这个打光的这个环节。对，大家可能开始朴素的认为是吧？这打光的话，你就让光在这个实际的物理条件下，让它自己照一下就可以。但是那个现在虚幻引擎5可能还好一点，像老一些版本的引擎，像虚幻4啊，或者是老版本的一些像 Unity，这个还是需要自己手动去补一些光嘛，因为我们毕竟是为了美术效果。为了游戏，并不是跑一个物理的这样的模拟，所以大家不要介意说呢去补光啊这个都可以做呀。您后来是换过引擎版本吗？最开始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引擎？后来又那个用了什么版本的引擎？我一开始是跟着教程做的，所以跟摩登老师用的应该都是虚幻4。后来他的建议说是用虚幻5，我就迭代到虚幻5。然后用的也是虽然都是屏幕光照，但是虚幻5的屏幕光照确实要好一些。对，它默认的光效会比虚幻4要好，所以用虚幻5的话就可以达到默认情况下，其实能达到一些虚幻4已经加上补光的效果了。已经工作对我们来讲的话，你做练习已经会轻松一点点。是，还是建议用虚幻5。Lumen 啥的屏幕空间，还有硬光锥这几个光照方案其实都挺好的。对，都去做个人作品。那您讲一下，您在虚幻5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这光照上的技术问题等等？因为我这个场景一开始是用虚幻4做的，后来跳到了虚幻5，所以当时就直接换成了 Lumen， 最后就导致了我换成 Lumen 之后阴影偏绿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后来又换成了虚幻5的屏幕空间的一个全局光嘛 ，SSGI， 换成了屏幕空间，配合这个距离场，因为单用屏幕空间的话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它往远处看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性能上的一个虚幻5，游戏引擎都有这个问题嘛，就也不是问题吧，它就物体放远了之后，它的这个阴影精度和 AO 的精度肯定是不足的，所以去网上看了一些教程，就了解到了一个距离场的一个相关的技术，一个叫 DFS 和 DFAO， 通过距离场的问题，解决了投影和 AO 的那个远处精度丢失的问题。那您介绍一下您这个场景里的植被的渲染。植被对，还有由于它远处的树的效果其实不能用，不管是近处还是远处吧，最好是它不能开距离场，因为它开了距离场之后会让这个树的效果特别的黑，所以这个东西我个人来说的话是用另一套方法去解决的。这个我在经过看了一些教程啊，然后自己去尝试了之后，我用的方法就是在场景里面去增加2个太阳光，分别去照亮它的灰面和高光，就是最亮的这个位置，调整它的那个光照顺序和光照通道，让它只对树有影响，去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您那个植物受到的这个光的强度是要更高一点吗？还是更低一点？对，它上面体量了灰部和亮部，它应该是要比场景的光照应该要亮一些。那就是显得更卡通的感觉。对，就是如果要是用传统的，可能就是它显得会更暗一点，就偏向于写实给人的感觉了，对吧？对，这个方法我觉得，反正作品里面可以这样搞。那是，作品又不太在意这个性能嘛，就是美术好，另外就是您的这个硬件本身还是可以的嘛，这个硬件还可以，硬件好，搞风格化的话，就是可以个人作品的时候会更自由一点。您做这些物件资产有没有什么问题？跟大家简单讲一讲。就是物件资产的，之前就是自己去尝试，自己去用 GBSP 去做了很多物件，但是我就是之前公司主要是干角色建模的，所以没接触过什么次世代场景，就会导致这个场景的一些模型资产就做的很抽象啊，所以后来还是换成了
物件上就掉了一些资产。如果没有经验的话，如果没有相关的建模经验、建模贴图经验的话，尽量还是掉资产要好一点。对，起码能提高一些效率。就是对大家呢，就有一些像这里面可能没有办法这个替换的东西得自己做。您后来换成了虚幻五之后的话，实际上那个光照调整没有那么复杂了，是吗？这里面也有补光吗？你那个后来用虚幻五的场景，对，也是用了很多的补光，强化它的亮面，让它更有体积感。我看看，这样那个一些后面的一些简单的东西，比方说，一些材质啊，或者是后面加这些粒子啊、树叶啊、鸟啊等等，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部分不太难吧？你应该也是用了一些其他的吧？像这些树叶什么的，是参考的一些别的案例吗？别的项目等等。首先就是首先就树叶嘛，我就参考了去 B 站里面搜一些什么 Viagra System 的一些教程去做的一个落叶的效果。一些其他的那种像水这种东西，我就直接自己做的效果不好，还是直接掉资产。其实我就个人觉得，做地边的话，应该这样。对复杂的东西就直接掉资产就行了。像是是是。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我感觉这种东西可能对于没有经验的地边的话，这肯定是干不了。对，应该是 TA 的工作，对，水的 shader 什么的。我们要自己搞的话，就太辛苦了，因为有的时候感觉脑筋转不过来的，太累了。是的，整个流程这样做，那确实有点不现实，我感觉什么都得会了。对对对，那个就是您这个渲染的过程，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用 MRQ 吗？还是用了这个传统的那个渲染流程？我之前就是在 B 站上也看过一些虚幻的教程，所以我就是我知道本身就知道他用那个木鱼人的 Queen 渲染的会用这个东西嘛，就用这个东西渲染。对，因为MRQ 能控制的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能提升不少的这个质量。大家要是就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性能比较好的情况，还是可以考虑 MRQ 来搞。包括像 MRQ，它可以强制性的去掉一些就游戏里面节约性能的方法，就比方说你可以强制让它一直显示 LOD0啊这些，那你就是渲染的效果就会比那个传统的方法要好一些。就大家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您跟老师的互动啊，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作我业会积极交对吧？平时呢？对每我反正每个星期前期的话，其实因为问题很多，所以每个星期都能改老师提的反馈，每个星期都能改个80%-90%的样子，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在能力范围之内吧，模型啥的其实问题挺大，所以显得就是只要你的起点够低，你的进步肯定是最大的。所以前期能够改的东西很多，所以每个星期都在教。后面的话可后面的话可能就是什么东西得一边学一边做，然后一边看，效果还不好，就得又得练。所以我的建塔的那个树我都改了30道了，你不断的迭代吧。其实每一遍重做，每一遍迭代，肯定会有进步的。这个不要担心这个东西重做就会怎么样，其实重做也是好事。啊，是。后面就基本上就是2个星期一交了，基本上就这个情况吧。就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大家就是要积极的把自己的东西给老师看，这样就是也不要担心那个什么自己做的不好啊或怎么样，因为大家都来就是学习的嘛。之前很多人跟我提起过，说觉得自己做的可能是稍微慢一点，或者是跟最好的同学比的话，会稍微差一点。但其实大家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偏所谓的就是内向的情况。但是你可以想，就你来参与一个班级嘛，大家不都是用这些假名嘛？你看像 R 同学就管自己叫 R，这个，所以就不要担心自己的这个问题，要积极的跟大家交流。这样，您做的这个东西，我感觉也是非常辛苦，时间也蛮长。但当然了，最后的结果是蛮好的，您去了一个很好的公司。就这个经验，有没有一些经验总结给大家讲一讲？您的一些经验分享这些。哦，首先就是白盒这个问题，这个特别重要。白盒这个阶段，白盒一定要
搭的精细一点，不要在意有白盒花了很长时间啥的。白盒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前期工作白盒就是最重要的，占比很大。还有这个镜头的话，首先就是不要想着能够什么完全能够和物件能够完全和镜头印上去，因为有的原画可能它的这个透视不一定是正确的。重要的是还原它的感觉，那种空间感，不光是它的平面上的这个位置，还有那前后的那种景深变化。这个东西说实话，空间感真的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可能是有点难的。但这个东西确实很重要，景深的效果。之后的话，白磨到中磨的一个过程，中磨或者说是低磨的一个过程吧。就先找参考，然后尽量，因为你前期如果说白盒对的比较精细的话，那模型那中磨的话其实就很好做了。对，嗯，你要是我个人来说，我毕竟有两年的建模经验嘛，所以我做的东西就，其实做东西就做这个东西就对于我来说肯定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其实也是参考找少了，虽然说没什么困难，但是参考找嗯，的找的不够，然后做出来东西一样丑，然后大家最后在这里可以看一下，他刚才讲的白膜到后面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就他那个最开始的这个粗搭的过程，跟后面的镜头之间是有比较大的变化。这里其实它也是有了时间的，就很多时间调整和返工的情况。这就是大家如果希望节约时间的情况下的话，得考虑像这样把透视啊什么的，最开始如果找好了，会节约时间。我们再把这个图打开，也就是同学说的这个参考的，他说感觉不够的情况，你可能就是需要，给自己的东西都找出这种像这个造型上的参考啊，包括像纹理上的参考，这些都要有，会导致就是会帮助你快速一些，这样。对，然后就是贴图的阶段，贴图阶段其实也应该按前面的那种找参考的方法，也应该找好参考，然后呃一开始做初贴的阶段的话，是可以把那个只关注贴图的那个造型和就是砖块之间的那种比例关系啥的，先把造型对，和颜色给它调好。粗糙什么法线之类的，法线也可以加吧，粗糙其实可以关掉，Swapular 也可以关掉，最好是只留下基本颜色和法线，把它的这个形状和中模的 UV 给它对好，再配合一个前期的一个基本灯光，稍微加一点补光，就基本上就能解决未来70%的问题了。还有真的看参考真的很重要，不管是模型，从最开始的每个阶段每一个元素都得找好参考，对于新手来说的话，肯定是会有返工的问题的，但是这时候心态一定要放好，不要怕重做，重做肯定比第一次做肯定要好，重做个3-5遍，绝对嗯，绝对进步很大。咱审美差，没办法，拿时间堆呗。反正每个步骤，反正接下来就是每个步骤一定要一步一步的去完善，一定要做好，才能进行下一步。前期的话，其实进度缓慢一点都，前期的话进度缓慢一点，其实都可以，不要急，只要不出问题，不出问题比什么都好，心态放稳这是最重要的。基本上就这么多吧。看看就是对了，你那个除了参考摩登班之外，你刚才也介绍了这个自己中间去找各种各样的教程啊，包括一些参考啊，有没有就是其他的那个游戏啊，包括就是您找其他的课程的这个方法，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首先就是 A 站里面有一些人家就画好的一些很多原画嘛，就看着好看的就可以先拿来当图库，先慢慢的筛选嘛。我后来就是摩登老师说要我尽量去找一些什么游戏的里面的一些像《原神》《守望》还有《瓦罗兰特》这些对，我这看你这里也有些蛮多的。对这些风格化的参考。对，我这个明显就是从左由少到多的一个过程，基本上参考都是中期找的，哪里遇到问题就哪里去找参考，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绝对是错的。这就是因为您是有一些经验的嘛，建模来讲的话，这些都经历了蛮久了。如果要是
一些没有经验的同学的话，你给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如果是没有经验的话，就尽量要选，首先从一开始就尽量要选择一些简单的场景去练手。你甚至可以找那种没有建筑的那种自然环境也行，先练个手，大致的走一遍流程是最重要的，建议肯定是最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到，R 同学选的这个原画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它建筑还是蛮多的。大家要是如果新手的话，不要搞这么大规模的这个作品，可以小一点。对我这个作品，要不是有摩登老师给的建议，真的已经做到一半，前期就已经暴毙了。对于新手来说的话，每个阶段就前期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你整体里面前期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规划、做白盒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要是搭了个8、9不离10的话，后面基本上起效果的话，其实挺快的。前期的这些东西真的很重要。这是流程上的一个建议吧。还有工具上的建议的话，做贴图的话，先能用 SD 就用 SD。GB 烘焙的话，您要是如果说没有什么经验的话，它这个成长的周期其实挺长的。首先建模啊、雕刻啊，然后还要烘焙啊、SP 啊、SD 啊，一天可能就只做出来一个物件，而且不一定出效果。摩登老师的反馈真的很重要啊，不知道的、不了解的就一定要说明白，不要觉得自己可能啰嗦啥的，然后那个啥，一定要表达准确。老师肯定是会很有耐心的去解答你的问题，他说的问题其实简明扼要，就能够把你的那个问题给画面里出现的问题给讲明白。哦，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现在是在上班的话，就最好是不要有什么辞职去学的这种想法。对，您这是比较幸运的情况啊，这个。对，我这完全就是真的就是运气好。作品的话肯定是要慢慢来，不要急的，一步一步的来。那慢慢的就做1遍、做2遍、做3遍、做4遍、做5遍，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快了。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像我这种心态不好的就不行。心态可以啊，你坚持了蛮久了。对，想问一下，您后来找工作的时候，你主要的场景作品是有几个呀？是就这一个吗？还是有其他的？我刚辞职了之后，其实我跟了一个俄罗斯CG 里面的那个粒子大佬的一个废墟的一个场景的教程。他的那个是他也是全流程演示，但是里面有很多步骤，他就是直接教你怎么用素材嘛，大致的跟了一下那个烘焙的流程。后来您那个后来找工作的时候的作品集的数量是有几个呀？场景的？就是那个废墟的教程是第一个，摩登老师的这个教程就是第二个。我教程真的很少，因为这个东西花了太长时间了。对，你半年时间了。对，已经像我虽然说花了半年，其实我已经1年过去了，所以没办法。所以您是2个作品就找到了面试的机会，对吧？那这个还是比较幸运，我感觉。真的就是运气好，我也没有想到。不过话说回来，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您的这个作品给大家感觉可能也已经到位了，大家可能正好是跟他们风格比较契合，或者他们在寻找就是有这套工作流程的人，就是能找到。对，我就说可能，反正组长跟我提过一些，可能就觉得我 SD 做的还可以吧。你 SD 就做的这确实是蛮好的，蛮好看的。这些像这些左边这些都挺好看，然后这个也挺好看的。你对摩登班的一些感觉有没有一些评价等等，或者是希望我们改进什么东西？教程很全面，不会的就直接看教程就行了。其实它能够解决90%以上的技术问题。其实教程的话挺好的。这个教程是一方面，大家肯定还是要做自己作品，来交作业，这样。对，重要的后面审美的问题就交给每周的作业反馈了。就是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如果您参与课程的话，摩登老师有时候提出问题是比较尖锐的，这样的，因为他看的东西太多了嘛，所以就也不要在意说那个自己不好意思啊等等，因为肯定都是为了最后作品的效果好，这样。对，就尤其是到了后期有些微小的调整的时候的话，可能会改的次数会比较多的。在快出作品之前，就大家得咬住牙坚持住，你这样最后才能达到说摩登老师允许你发表出来的这样的程度。这样，因为
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或者是我们可以形容它这个好作品都是慢慢磨出来的这个情况。对，就是磨，真的就是磨。对对对，就是非常感谢这个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这个视频的话，我会尽快的剪辑放给大家。今天咱就先到这儿，再见。哎，好好，谢谢老师啊。